你的脚怎么受伤了？站在这里，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，感觉烦恼也被水声冲走了。走在半路，发现地面上有一个很大的洞，这是蛇洞吗？朝拜舍利有助于提升内心的平静，提醒自己效法佛陀的慈悲、智慧和正直。信徒们会把硬币抛到木柱上，象征把自己的心愿或祝福固定在寺庙里，希望带来好运。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清迈市区，下山的时候才发现比上山还难走。我还发现地上长出了几个奇怪的东西，味道真的挺不错的，每一口都让人满足。早呀，小鸽子一大早又来叫我起床了，给它们喂点吃的先。其中一只脚受伤了，而另一只总是陪在它身边。我忍不住想，它们是不是一对呢？这只腿毛特别长，所以我很容易认出它们。每次看到我拿出大米，就兴奋地凑过来。他们捉食的样子让人忍不住微笑。吃饱了，他们就开始互相捉头，画面实在很温馨，是不是在亲亲呢？今天我要挑战一下清迈的经典徒步路线素铁山，一路上既有风景也有挑战，终点就是著名的双龙寺，跟我一起出发吧。来清迈旅行，我会建议你租一辆摩托车，因为清迈的城市不算大，骑车出行非常方便，可以随时停下来探索大街小巷。如果不开车，也可以坐这种红色的双条车上山。这里开始上山啦。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这里每年摩托车事故很多，提醒一下，山上有点凉，最好带件外套。到达徒步入口啦，旁边还有一条小溪，哗啦啦的水声听起来很舒服。往里走还能看见一个小瀑布，瀑布的水声很大，整个人仿佛被大自然抱住了一样。站在这里，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，感觉烦恼也被水声冲走了。夏天的时候，如果踩进溪水里玩水，那种清爽和治愈感会更明显，让人瞬间忘掉所有疲惫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去溯溪的原因了吧？忍不住走到水边，洗了把手，冰凉的水顺着手指滑下，整个人都清醒了。终于找到了上山的入口。上山的路全是湿漉漉的泥巴路，特别滑，我没有带登山杖，需要特别小心。偶尔还能看到地上闪闪发光的小石子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却让人觉得发现了小惊喜。随着一步步往上，路开始拔高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走着走着还得停下来调整呼吸。不过越往上爬，心里就越期待前面的风景，好像身体的疲惫被自然一点点化解，心里反而慢慢变得宁静。走到半路，发现地面上有一个很大的洞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不会蛇洞啊，心里有点紧张。那山里的世界本来就是各种生命的家园，我们只是过客。小心绕开后，反而觉得这种未知让徒步多了一点探险的感觉。前面全是泥路，又滑又不好走，真的挺艰难的。为了安全，我决定折返回去骑车上山。虽然徒步没能走完全程，但沿途的小溪、瀑布和每次停下来呼吸的瞬间，都让人觉得身心被大自然慢慢治愈。慢慢走，慢慢感受，每一步都值得珍惜。往下走着走着，我还发现了地上长出几个奇怪的东西，形状有点像冬虫夏草，让人忍不住仔细观察。这边也有一根，又发现2根，有人认识吗？下山的时候才发现比上山还难走，湿滑的泥路每一步都得格外小心，稍不注意就可能打滑。终于顺利下山啦，可以松口气儿了。现在开始骑车上山，导航显示前面的路可谓9曲18弯。终于到啦，找个地方停车，差点摔倒了，山路真的太滑了。双龙寺被誉为泰北第一寺庙，也是泰北南浪文化的代表。沿途有很多卖货的商店，又看到一只小鸽子沿着楼梯慢慢往上走，仿佛在给我们带路。最吸引眼球的就是这2条雄伟的双龙雕塑，站在这里抬头望去，寺庙的庄严和双龙的气势让人瞬间安静下来。这里有人在双龙雕塑旁放了饮料，好可爱啊，感觉这里的人和文化都充满温暖哎。走到双龙前，我注意到它们金光闪闪，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，显得特别庄严而又神秘。龙身上挂满了捐助人的小牌牌，每一块都承载着人们的心意和祝福。下面也是。双龙是用来守护佛陀舍利与圣地的，据说这里总共有306级台阶。台阶象征一条修行之路，从山脚走到寺庙大门，意味着从凡俗世界走向佛法圣地。2条龙像是护送信徒登上圣境的守护者。
售票处在右边，30铢一个人。这就是景区入口啦。又看到2条小狗慵懒地躺在那里休息，可能是听到我说它了，它立马翻了个身，好像在回应我，充满年代感的休息椅。休息一下，哈哈，狗狗好受欢迎呐，大家都好喜欢拍它。进入寺庙前要先脱鞋，踩在地上才发现有点烫。进入寺庙后，映入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殿宇，每一处雕刻和装饰都充满细节，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，仔细欣赏。寺庙内摆了很多由信徒捐赠的佛像，看到很多壁画，每一幅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和历史。这个佛塔建于1383年，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佛塔，后来不断扩建，成为今天你看到的金色大佛塔。这个塔还有个传说当年百象背着舍利一路走到了苏铁山，当他爬到山顶后，3声长鸣，绕着山顶走了3圈，然后跪下卧地，不久便安详死去。当时的国王将此视为佛陀的指示，于是下令在白象卧倒的地方建造佛塔，供奉舍利。这就是双龙寺的选址了。可以捐款支持寺庙的维修，然后会有一个牌，刚好遇到有人在祈福。朝拜舍利有助于提升内心的平静，提醒自己效法佛陀的慈悲、智慧和正直。参观完毕，记得拿鞋子。发现了一幅精美的木雕壁画，描绘的是双龙寺的景象。木雕的质感和细腻的刻工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，感受到历史和艺术的结合。参观完寺庙后，我来到观景台，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清迈市区，仿佛整个城市都在脚下。我注意到了这些柱子上面有一些硬币，信徒们会把硬币抛到木柱上，象征把自己的心愿或祝福固定在寺庙里，希望带来好运。不过抛上去真的太难了，放上去也行的吧。下山的时候，树林传来各种虫鸣的叫声，听起来仿佛立体3D 音效环绕在耳边。逛完双龙寺，这个景区其实不大。现在骑车去吃午饭，我们计划去清迈大学后门附近的一家米其林餐厅，从双龙寺过去大概15分钟。到达餐厅后，先看到的是室外的座位，天气有点热，于是我们决定找一个室内的空调位置。空调房在另外一边。坐下来后，我们注意到餐厅的灯罩特别有意思，是用竹子编成的。我们点了份酸排骨90铢，野菌汤150铢，还有一份生芒果沙拉60铢，以及一份炸鸡翅80铢。上菜啦！上菜的托盘好有年代感啊！正式开吃。这个酸排骨好好吃，口感有点像炸排骨，外酥里嫩。不过酸味好像没那么明显，刀叉用不太习惯，直接上手了。这个碎碎是他们泰国人很喜欢放的一个油炸蒜头，搭配排骨一起吃，每一口都丰富了味觉体验。香辣野菌汤，里面的野菌我从来没见过，大家如果认识这些野菌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吗？香辣野菌汤喝起来是真的有点辣，但味道还不错，辣味儿和野菌的香味完美结合，让人一口接一口。这次芒果沙拉我特意选了不辣的版本，酸辣的芒果搭配清爽的调味，口感清新。这个炸鸡翅外皮儿酥脆，看起来很诱人，搭配太北甜辣酱一起吃，我很喜欢这个酱。微甜微辣的酱汁儿让鸡翅更有层次，好吃。就是感觉炸的有点干了，汁水不太足。野菌汤太辣了，于是我点了一个糯米饭，米饭中和了辣味，每一口都更加顺口。芒果沙拉搭配米饭一起吃，口感更融合，也让味道层次丰富。坐在这里慢慢享受美食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，喝着冷饮，让人暂时放下了所有的烦恼，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与宁静。想必这就是享受美食的意义吧。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订阅和按赞哦。